没多久，院子外传来妇人的咳嗽声。到了房间，看到凤青鸾已在。抱歉，凤小姐，出门时府里出了点事，我们来迟了。哪里，我也才到不过盏茶功夫。这位夫人是你的母亲吧？是，母亲。她是儿子跟你提及过医术享誉京城的凤小姐。凤小姐，劳烦你跑一趟来为老夫看诊。凤青鸾微拧了眉，这夫人的肺上听起来有很大的问题。庄娘，快拿茶水来。母亲，你坐下歇会儿。玉岭帮老夫人顺着背，陶庄端来温好的热茶。贵夫人喝下后又咳嗽了一阵，才慢慢止住咳嗽。夫人，请您伸出右手，我看下脉象。凤青鸾给她诊着脉象。随着时间过去，凤青鸾的眉心越蹙越深。须臾，凤青鸾道：肺脾气虚，痰浊阻肺。夫人是否经常感觉胸闷气短、喘息疲乏、咳嗽等？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在吃药，见了无数大夫，都无人能根治母亲病症，不知凤小姐可有办法医治？关于夫人的肺部情况，我还得再做详细的检查，才能得出更准确的判断。玉公子信得过我的话，能否容我与夫人单独相处？玉林犹豫了下，看向贵夫人：灵儿，你出去吧。玉林点头，带着下人出去。凤青鸾让夫人躺到软榻上，见她要揭开木梨，夫人若不想以真面目示人，可不必摘取。贵夫人心领神会，对凤青鸾的印象又好了一分。凤青鸾让她昏睡，带进了医疗空间。陶庄看着紧闭的房门：主子，让凤小姐与夫人单独，不会出什么事吧？她不敢，若母亲在她手中出事，她今日出不了这门。陶庄听出了他话中的良意，垂下了头，不敢再多话。半个时辰后，房门打开，玉岭急切进去，看到夫人躺在床上昏迷着，眉心一沉：你对她做了什么？玉公子别担心，我给夫人做了肺部检查，她的肺上长了几颗肺大泡，这是她常年治病无法痊愈的原因，必须动手术切除。肺大泡，玉岭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今日夫人用过时了，做手术需全麻，必须空腹。明日请夫人不必早饭，再来一趟，我给她手术切除肺部多长出来的东西，后面用药调理，不日可好。凤小姐有几成把握？8成。做手术都有风险，她不能100%肯定，8成已足够让人放心。好，那明日我再带母亲前来。凤小姐为我母亲医治，仅仅是为了感谢在下在双峰山救下你吗？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与公子确认。凤青鸾拿出随身携带的白玉龙形佩，举到玉岭面前。玉公子，你认得这块玉佩吗？不认得。真的吗？你要不再想想，这不是你的玉佩吗？凤小姐，这不是在下的玉佩，我也没有见过。你在找玉佩的主人？我是在找，不过派出去的人还没有查到关于玉佩的任何线索。不知凤小姐往哪方面查？在大夏国，能佩戴龙形玉佩的应该是皇室中人。我知道，不一定是大夏国，也有可能是其他国的皇家人。对于大夏的几位皇室中人，以他当前的势力，既想调查又要注意不暴露，实在是有点难度。之前我问玉公子1个月前是否出现过在云麓山，今日想再问详细点。玉公子那天晚上是否去过楚王府的后山，是否受了伤？凤小姐，那晚我虽是去了云麓山，但是去参加宴席，没有离开过席面，更没有去过楚王府后山，也没有受过伤。你要找的人不是我。今日的事情是我冒昧了，我想知道的已了解清楚。明日还是这个时间，玉公子带着夫人来吧，全当报答公子在山中的救命之恩。上世子，我知道你的身份了，明日再见，可以不用戴面具。上修染微诧，凤青鸾认出他了。看来你在里面问过我母亲了。凤青鸾不语，玉林取下面具。凤小姐，是我。我没问王妃，那么说是想试探世子，世子坦诚，如实相告了。凤小姐，你很聪明，想必从昨天开始你就在怀疑我的身份了。既然你知道了，我也不再隐瞒。李明的夫人是我的母妃，请凤小姐对今日这事儿保密，不要泄露出去。世子放心，作为大夫，这点还是能做到的。告辞。他离开了祝春小院，看着他走远的倩影，尚修染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像凤青鸾这样的女人，不知楚王哪只眼睛瞎了，会与她和离。不过也正好，凤青鸾和离了，他对她倒是越发的有兴趣了。原来凤小姐来见的是在双峰山中救下她的那位年轻公子啊！他是将上世子误认为是王爷了。王爷啊，那行龙玉佩是您的贴身之物，凤小姐一直在找您啊。谢晋心中生着气，好在他今天跟来了灵竹园，看到了凤青鸾向尚修染确认身份这一幕，否则他还不知道凤青鸾那个女人如此离谱，竟然将尚修染错认是他。
察觉到自家主子在生闷气，江曲一个字也不敢再说，跟在他家主子身后。没走多久，谢晋想到一个问题：凤青鸾再三与尚修冉确认那晚的人是不是他，是不是说明他没有打消尚修冉就是他的怀疑？不行，谢晋暗暗咬牙，他不能再放任凤青鸾乱认人了。江渠，你去一趟侯府，让凤青鸾来荣王府见我。是，王爷。这次要以什么理由请凤小姐过来？需要本王给你想理由吗？不管用什么办法，你必须让凤青鸾立刻马上来荣王府。凤青鸾刚回到府上，屁股还没有坐热，管家来禀报：小姐，荣王府的江侍卫来了。这个江渠怎么一天天的净往侯府跑？这次又是什么事？江侍卫看起来很着急，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小姐，邀请他进来吗？让他来吧。凤小姐，请你快跟我去趟王府吧，我家王爷毒发吐血了。怎么回事？他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毒发吐血？哎呀，属下也不知道啊。属下出来前，王爷吐了一大口血晕倒了，属下很担心，便立即过来请凤小姐了。凤青鸾神情凝重了2分，疾步往外面走，坐上马车往荣王府去了。凤青鸾一路急急火火赶到荣王府时，却见某毒发吐血的男人坐在茶舍中板着脸喝茶。你不是毒发吐血了吗？怎么还有闲情逸致品茶？你在骗我？不过是一个让你来王府的理由，别激动。本王今日找你有正事要说。江渠，去把锦盒拿来。有话要说是吧？行，先说正事，说完正事再跟你慢慢算账。是，王爷，属下这就去。江渠兴奋地去将锦盒取来，放到凤青鸾桌面前。打开看看。眼前的锦盒与前面收到的2个相同，凤青鸾不假思索地打开，看到里面躺着另一块形状异常的玉面，这是第3块。你手中有3块玉面了，能看出什么来？凤青鸾从空间调出前面2块玉面，当着谢晋的面将3块拼接在一起。当他看到几块玉面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时，一种熟悉感扑面而来。这是一整块面具切割下来的。你是？都下去，不准任何人靠近。江渠懵逼，他好不容易等到凤小姐认出他家王爷，能知道2人之间有什么渊源了，王爷让他离开，感觉自己将错过天大的秘密。江渠蔫了，挥手让下人们一起离开。其他人走后，小院里剩下凤青鸾和谢晋。看你的表情，想起本王是谁了吗？凤青鸾太震惊了，他一直在找的人居然是谢晋。1个月前，我与楚王成亲那晚，你曾受伤出现过在楚王府的后山。本王去过，陛下在云麓山设宴。你去参加宴席，为何会来后山？当时你还受了伤。本王被刺客引出来遭到埋伏，打斗中诱发了天隐煞发作，被追杀时在楚王府后山歇息。你那天晚上是否遇到一个身穿喜服的女人？他问得太过直白，谢晋的俊脸肉眼可见的红到了耳根。见他这样，凤青鸾又拿出白玉龙形佩放到桌上。这块玉佩是你的？谢晋点头。凤青鸾不慌，反而冷静了下来。难怪之前他为谢晋施针时觉得他的身材手感熟悉，原来就是他。那天晚上你知道是我，又不好意思认我，才费尽心思用羊脂白玉制作成一块与你那天晚上所戴的玄铁面具相同的面具，分别送给我，是想让我主动想起你是吧？谁费尽心思让你想起本王了？本王如今我想起了你，那晚你帮了我，我说过要对你负责，可惜你昏迷了没听见。既然你将身子给了我，如果愿意，我可以娶你为夫。本王堂堂男儿，还是当朝王爷，你说要娶本王？对，我要娶你。我知道你是王爷，位高权重，气大财粗，我会准备好聘礼与你下聘。你给我些时间，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让你嫁给我。他在现代的时候已经是25世纪了，男娶女，女娶男都是很寻常的事。他没觉得说出要娶谢晋时有什么问题。谢晋瞧他神思天外，一定在想如何娶自己的事，心口袭上剧痛，没有毒发也要气得毒发了。他用内力压了压，可再怎么压也压不住思绪乱飘。谢晋越想越气，气血翻涌，喉咙涌上心田，没忍住喷出一口血来，向前趴到桌子上晕了过去。凤青鸾心口一紧，快速起身去看谢晋的情况。他气血翻涌，脉象紊乱，是体内的天隐煞发作了。江渠，快进来！江渠的听力好，王爷不想让他听见与凤小姐的谈话，因此他离得尤其的远。凤青鸾这一喊，没有立即叫来人，他拉过谢晋的手臂，搭在自己的肩上，将他半拖半扶进了房间。撕开谢晋的衣服，凤青鸾拿出银针包消毒，将银针快速扎进男人胸前的几个大穴，护住心脉。凤青鸾叹气，这人莫不是无法接受自己的提议，把自己气得毒发吧？他不愿意被娶可以直说，自己气自己弄成这样，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没有外人来打扰，凤青鸾聚精会神的施针，1刻钟后将谢晋的天隐煞压了下去。
或许是察觉到有人在身边，常年习武的身体本能反应让谢晋警觉地睁眼，抬手抓住了凤青鸾的手腕。是我，你的毒压制住了，放轻松。谢晋幽深的眸子像是失了神，没有聚焦地望着凤青鸾。凤青鸾知道他还没有完全清醒，但抓着自己的手力度却不小。你是安全的，放开我。他的声音传入耳膜，谢晋的神智才稍稍回笼，目光有了聚焦。你在做什么？凤青鸾心脏一抽，他认识谢晋这么久，这是第2次见他有这么虚弱的时候，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裂。你毒发吐血了，不记得了吗？我说娶你那是我的心意，可也得看你愿不愿意，你别反应这么大，又不是强娶，你若是不愿意，我再换别的办法补偿你也是可以的，别折腾自己。谢晋喘了一口气，想起昏迷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凤青鸾说要娶她，谢晋眼底又蓄积起了怒意。别生气，娶你若不接受，那要不我让你睡一次还给你，那样就互不相欠了。反正他在现代也没有谈过恋爱，也是第1次，这样算起来谢晋也没有吃亏。谢晋差点一口气没提起来又撅过去，凤青鸾这是什么禽兽发言？他简直想碾碎他的脑袋，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你想侮辱本王吗？你是这么想的？你觉得我娶你是在侮辱你？从古至今没有哪个女子娶男子。从古至今还没有敢和皇家合离的女人呢，没有第一开辟第一不行吗？我娶了你，开创女娶男的先河，说不定后面也会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上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凡事总要有个人起头，不是吗？谢晋没有立即回他，目光紧紧地看着凤青鸾，似乎在思考什么。凤青鸾见他不想再说这个话题，这件事情我们后面再讨论，你需要休息，我让江渠进来照顾你。谢晋看他背影消失，无奈地闭上了眼睛。凤青鸾说开创女娶男的先河，他扪心自问，真的接受不了吗？换做其他的人他不能接受，但是凤青鸾的话，可这个女人结束了话题，她又因为动气毒发，要是此时自己再提起，岂不是显得自己太没有立场，摇摆不定了？江渠在外面得知王爷吐血晕倒，急急忙忙冲进来。王爷，你怎么样？去领30军棍滚去扫马厩。是，王爷，等属下将您照顾好了就去。谢晋的情况稳定下来，凤青鸾拿出一个药瓶放在桌上，还是1号解药，水曼陀才拿到手，我还没有时间着手研究，等有了2号解药再拿来让你试试。你找水曼陀是为了给本王制作解药？当然，水曼陀中应当有一种元素可以克制天隐煞，我得研究研究，你等我消息，我一定会拿出天隐煞的解药。凤青鸾说完离开了房间，最后一句话让谢晋心里的那股别扭彻底放下了。对呀，他当初找凤青鸾不正是因为需要与他行鱼水之欢解天隐煞吗？为此他还决定要娶凤青鸾，他不想嫁，那将凤青鸾娶到手不也是一样的吗？想到这里，谢晋混乱的思绪一下子清明了。下次见面，他要将我娶你这句话还给凤青鸾。不用等到下次，明天他就进宫向皇帝请求赐婚。他比凤青鸾先娶她，那他就没有办法娶自己了。第2天一早，谢晋进了皇宫，凤青鸾丝毫还不知道将等待他的是什么。吃过早饭后，也穿戴好，再次去了灵竹园。凤小姐，昨日萧冉将你说的病情传达给我了，麻烦你今日再跑一趟，我高阳府欠你一份人情，今后有需要的地方尽管跟我提，我必定竭尽全力。皇妃归御了，开始吧。高阳王妃笑着点头，对凤青鸾越看越满意，像之前一样走到床上躺好。尚修冉带着人在外面等候。走廊上，属下将调查到的凤青鸾的相关情况悉数向尚修冉汇报。世子，属下还查到一个大众不知道的情况，在百花宴上，其实是楚王与别的女人上床，被凤小姐当众揭发。凤小姐恳求陛下准许她与楚王和离，并不是外界所传的，是楚王宠妾灭妻与凤小姐和离，所以后来楚王才着急地娶了镇南将军府的狄小姐为侧妃，这些是外面的人都不知道的内情。凤青鸾等了10几年嫁给楚王，又眼里容不得沙子，狠心与他和离，是个奇女子。是的，还有一点属下查到，凤小姐在嫁入楚王府之前不会医术，是最近才展露锋芒，医术过人的。她以前故意藏拙吗？不是，据她那位堂妹所说，她在侯府的时候从不曾碰过医书，更没有拜师，所以这点看起来有些蹊跷。不管她以前如何，如今能治母妃的病，她不会诓骗本世子与高阳王府过不去的，就看着吧。1个多时辰后，房门打开，尚世子，按照药方调理1个月，王妃的身子就无大碍了。尚修冉将药方给下属，让他去抓药。快到午膳时间，请凤小姐在这里用完午膳，我派人送你回去。谢世子好意，我还有事，不用麻烦。离开灵竹园后，凤青鸾去了云氏酒楼。
到了街上，一个人从旁边的街道冲出来，惊得马车一晃。怎么了？有人冲了出来，快，那小子往对面去了，抓住他！4、5个壮汉手中拿着棍棒，凶神恶煞地朝旁边的街道窜出来。没多久，巷子里传来惨叫声。凤青鸾跳下马车，来到巷子口，打死他！敢不还我的钱，狠狠地打！小姐，是凤正，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不是说他最近在出入地下赌坊吗？是在干这事？别打了，我求你们，求你们再宽限我10天，10天之后，我一定会把欠你们的赌钱全部都还上，我再多给100两。凤二老爷，我求你饶小子一命。我已经宽限你5天了，连本带利息你要还我2000两，再宽限10天就是4000两。10天后你能拿出钱来还上吗？给我打，打完之后再说还钱的事儿。原来如此，他在放印子钱。被打的那人是名赌徒。小姐，咱们要插手吗？不用，赌徒和凤正之间的事与我们无关。再等等，等凤书瑶坐上了楚王妃的位置，爆出来一个放印子钱的爹，事情就好玩了。子墨，你去查一下凤正做到什么程度了。在大夏国，放印子钱不是普通罪名，轻则蹲大牢，重则赐字流放，金额大的抄家斩首的都有。他要看看到时候凤正会有什么下场。凤青鸾上了马车，当做什么都没有看到的去了云氏酒楼。云氏酒楼在京城总共有7家，凤青鸾将这7家的账目都详细查问过后，在酒楼用了午饭，回到侯府，正准备午休一会儿，宫里来人。嘿嘿，凤小姐，奴家今日前来宣旨，大喜事，侯府要办大喜事了呀！公公，什么喜事？当然是天大的喜事，凤小姐跪下接旨吧。元朝公公笑容满面地打开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护国侯嫡女凤青鸾蕙质兰心，温柔端庄，容文军功赫赫，雄韬武略，为大夏立下汗马功劳，特求娶凤青鸾为容文正妃，朕心甚意，一主2人喜结连理，特赐容王与凤青鸾3个月内完婚，钦此。凤小姐，接圣旨吧。听完圣旨内容，凤青鸾如遭雷击。他说什么？皇帝给他和谢晋赐婚？那意思是他不能娶谢晋，是谢晋要娶他了。公公，你说是荣王去求陛下请的赐婚圣旨？是的呢，荣王殿下今日一大早进宫向陛下求了这道圣旨。凤小姐，荣王殿下很中意凤小姐，这是侯府的大喜事，快高兴高兴吧。送走了元朝公公，凤青鸾越想越觉得古怪。他昨日说要娶谢晋，今日谢晋就去求取了圣旨，那男人他是故意的吧？凤青鸾气闷地拿着圣旨出了侯府，去了荣王府。到了荣王府，谢晋似是知道凤青鸾会来找他似的，好整以暇地坐在院子中等他。谢晋，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圣旨上的内容不清楚吗？本王要娶你。我知道，所以我才问你什么意思。昨天我才说了要娶你，今天你就去宫里求了圣旨，这就是你想到的解决办法？为了不让我娶你，先下手为强是吗？有什么不好吗？本王娶你，你既对本王负责，达到了你的目的，本王也不用被你娶，两全其美。而且本王还帮你解决了聘礼的问题，你准备待嫁就行了，本王给你下聘。可是，凤青鸾觉得哪里怪怪的。别可是了，过程不重要，成目的就行了。还有3个月的时间让你调整心态，成为本王的王妃。对了，你的解药研制的怎么样了？还没开始研究，你着什么急？本王不急，你慢慢来。到这时，凤青鸾终于意识到他一直的别扭劲儿在哪儿了。他要娶谢晋，谢晋是侯府的女婿，出生的孩子是姓凤。若谢晋娶她，那她就是再次嫁入皇家，出生的孩子姓谢，她才从谢业那个火坑跳出来，难道又要跳进谢晋这里？你今日娶我，说你今后纳妾又该如何？我娶你，我是不会纳男妾的。本王不会纳妾，此生的妻子只有你一人。你是皇叔，能做到一辈子只有一个女人？你娶我不过是为了赌气，维护颜面，并不是因为喜欢。你真的确定一辈子就因为赌这口气而不再碰别的女人了？他的目光太过质疑，谢晋神情不自在。我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之人，我娶你是履行诺言，对你负责。倘若后来你遇到了想厮守终身的女人，我会放你离开，与你和离。但如果是谢晋因为赌气娶她，像谢烨那样有了心爱之人，凤青鸾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和离。本王这辈子不会再有其他女人，说到做到，绝对不会让楚王府的事情在你身上再次发生。你在说什么呀？这辈子只有我，那你这么说，那岂不是其实你喜欢我，才去向陛下求圣旨，才会说出不再有别的女人的话？凤青鸾，你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本王喜欢你，
本王不过是为了不想让你娶本王才请求赐婚。再者说，不是你说要对本王负责吗？那你这么说，那本王是否也可以说，其实你早就喜欢上本王了？是哪跟哪啊？你在胡说什么？我对你只有责任，没有喜欢。不知怎么的，听到凤青鸾如此坦然地说出这句话，谢晋心里涩涩的。凤青鸾脸皮也烧得厉害，见谢晋没说话，他也不说话了，两人尴尬地静默着。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时，忽然荣王府东南方的天空炸开一道信号弹，信号弹的方向是侯府的方向。侯府出事了，那是本王安排的侯府的人发射的。若是侯府遭到袭击且无法应对时，暗卫们便会发出信号请求支援。他边说边来到凤青鸾身边，大手揽住他的腰，纵身一跃，谢晋带着他飞檐走壁。没多久，两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侯府。侯府的后院燃起了熊熊大火，整个侯府乱作一团，不少黑衣人在与侯府的侍卫和荣王府的暗卫们打斗。凤青鸾直奔寿安堂，快救火啊！祖母在哪儿？她在房里吗？小姐，老夫人没有出来，您出去的时候，老夫人说回寿安堂休息了，她还在房间里啊。凤青鸾眼前一黑，快速朝燃大火的房子冲去。火太大，你不能去。祖母还在里面。你等着，我去。说完，他跳进火海，在他走后的同时，察觉到身后危险袭来，凤青鸾警觉避开，几枚暗器擦过他的眼前，没入了前面的火海中。凤青鸾回头看去，10来名黑衣人从房顶上飞落，朝他这边杀了过来。凤青鸾与黑衣人交手在一起。我家主子请凤小姐跟我们走一趟，这是信物。他朝凤青鸾扔出一个小盒子，凤青鸾抬手接住，打开来看，是一只断裂的小指。凤青鸾瞳孔骤缩，这只小指上戴着翡翠戒指，正是祖母日常佩戴的。你把我祖母带去哪儿了？想找到她，跟我走一趟吧。黑衣人往外而去，凤青鸾捏起了盒子，快步朝他追了上去。小姐，别去！想去追他，刚才围攻凤青鸾的几名黑衣人挡住他的去路。谢晋冲进大火中，没有发现侯老夫人的身影，心道被骗了，快速冲了出来，看到打斗的黑衣人四散逃开，没有看到凤青鸾。凤青鸾呢？有人给了小姐一个盒子，小姐看了后朝他追了出去，盒子里装的应当是老夫人的东西，他们把小姐引走了。薛子墨的话还没有说完，谢晋就朝他说话的方向追了出去。等到了街上，哪里还有凤青鸾和黑衣人的影子？薛子墨等人也跟了出来。那群人有备而来，放火之前其实早将老夫人绑走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再将小姐引走，天子脚在黄土根上。这群黑衣人明目张胆的绑架，简直猖狂至极。谢晋周身冰寒如霜，凤青鸾很聪明，当他知道中计之后，应当会给他留下线索。去侯府的四周搜索，看有什么可疑的踪迹。听到谢晋的命令，所有人分散开去。谢晋在周围走动，来到旁边的一条小巷，发现地上有条不明显但能看出来痕迹的淡白色粉末。谢晋蹲下身，用手指擦拭着粉末闻了闻，粉末中有种淡淡的清香，与凤青鸾衣服上的香味相同。叫来江渠，去牵条狗来。江渠很快带了2条搜寻犬过来。搜寻犬嗅了嗅粉末，朝巷子右边的街道狂奔而去。混沌中，不知道过了多久，凤青鸾悠悠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房间里。这不是一间寻常的房间，除了一张床，里面还有几张大长桌。大长桌上摆放着各种瓶器、烧瓶、漏斗，有些玻璃瓶里放着药材，浸泡着动物脏器、婴孩甚至人体的脏器。这些器皿中有许多是现代实验室才能用到的。凤青鸾之前的猜测在这一刻得到了证实，黑衣组织背后的主人，或者说黑衣组织之内很有可能有穿越者。凤青鸾正思索着，吱呀一声，房门从外面打开，对方的气息极为浑浊，浑身充满诡谲和戾气。凤青鸾警惕地看着他。你害怕我？听说上次你制作出了离毒的解药，这里的东西你都可以用，将离毒解药当着我的面再制作一遍。我要见我祖母，否则我什么也不会做。这人想看他制作解药的过程，是想看他会用到哪些工具吧。离毒的解药需要用到现代的医疗器械，对方怀疑他穿越人的身份，想亲眼验证。他必须尽快找到祖母，将他的断指接上，不能在这里与黑衣人耗着。你祖母在我手上，你觉得你有谈判的资格吗？话是如此，但你要用我祖母来威胁，至少也得让我知道她还活着。你也想从我这里得到某些信息，不是吗？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你别想得到想要的。鬼面人盯着凤青鸾，凤青鸾感觉周围的温度都下降了几个度。房间静默了片刻，鬼面人挥了挥手。凤青鸾以为有人会将祖母从门外带进来，谁知没多久，他听到外面的院子里传来祖母的喊声：青鸾，你不要管我，他们要你做什么都不要答应，你保护好自己。凤青鸾朝门边冲去，
两柄长剑架在空中挡住他。凤青鸾看见院子左边最角落的那间房门外，两名黑衣人拉着祖母朝房间里拖去，随后房门关上。看到了吧，他还活着，该做你的事情了。凤青鸾站在门口，胸口起伏不定，正要说话，眼角瞥到一只黑色的东西从院中央飞过。凤青鸾眼睫微垂，深呼吸了一口气，转身说道：你这里的东西还差一样，去找些紫露血来，那是制作解药不可缺少的东西，越多越好。别想耍花招，你敢不安分，下一次见到的就是你祖母的一只手。去给他找紫露血来。没过多久，下面的人端来了2盆子露血。想研究离毒解药，得先有离毒。哪一个瓶子里装的是赤鹫猴的唾液？鬼面人指了指绿色那个。凤青鸾拿起瓶子，扯开盖头，将里面的唾液滴到器皿中。这种烧杯形的器皿上面还有尺度。凤青鸾装作好奇地问道：这上面一条条的小细线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认得他？不认得，我是第一次见。那你是如何制出解药的？你应该有单独的制药案台吧？有刻度的杯子，难道不是研制解药基本品吗？凤青鸾没有说话，他专心致志捣鼓着手中的药。鬼面人见状也不再说话。凤青鸾拿起了烧杯，走到紫露盆前，少起一盆血来。鬼面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动作。凤青鸾回到座位，他在做这些的时候，鬼面人没说一个字。凤青鸾觉得奇怪，如果此人真的懂得现代的医学研究，他在研究解药的过程中，许多步骤都是错误的，对方却丝毫没有提出异议。凤青鸾心中暗道，难道对方是在试探他吗？到了沉淀这步，凤青鸾道：这要等1个时辰才出结果，我休息一会儿。鬼面人没有要走的意思，依然盯着他。在等的时间里，你不用一直守着我吧？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视线。大哥，这里是哪里我都不知道，外面全是你们的人，我祖母也还在你们的手上，我如果想逃就不会跟着你来了。你在自己的地盘上还这么谨小慎微吗？好歹男女有别，我躺在床上睡觉你这么看着合适吗？鬼面人岿然不动。凤青鸾翻了个白眼，走回床边躺下，背对着鬼面人，扯过被子，从头到脚整个身子都缩在被窝里。鬼面人嘴角抽搐，这女人真怕自己对她做什么吗？裹得那么严实，像个粽子一样，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虽然她不是什么君子，但也不会一直盯着一个睡觉的女人看。鬼面人走到旁边的椅子坐下，还是偏头看着床上凤青鸾的方向。1个时辰过去，时间到了，快起来。床上的人没理会，鬼面人站起来。时间到了，你没听见吗？床上裹成蚕蛹的被子依然没有动静，鬼面人心头一沉，快步走上前掀开被子。这里面哪里还有人，只有一团空荡荡的空气。哎，人跑了，拦住所有出路，将他搜出来，把老太婆给我看紧了。他让人四处搜寻，一时间安静的院子忙碌起来。在空间医疗室里，凤青鸾听着房间里没有动静了，悄悄出来，躲在门后观望着院子里的情况。瞧着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少，鬼面人也找了出去。凤青鸾跑到紫露血前，从空间拿出一包粉末，倒进血中，将其中一盆放入空间，另一盆端着去了门外。趁着黑衣人们没人看他，凤青鸾将紫露血洒到地上。没多久，有黑衣人看见了他。他在这里，还在院子里，那边。凤青鸾扔掉手中的盆，又将另一盆血水从空间取出来，边跑边倒着来到了院子。之前他没看错的话，从院中飞过去的那只黑色东西是蝙蝠。蝙蝠最喜欢血和花香，他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等吸引来蝙蝠收拾黑衣人，他便有机会冲进祖母的房间。黑衣人们很快也来到了凤青鸾身后，然而随着他们的到来，空中传来翅膀扑闪的声音，一大群乌嚷嚷的蝙蝠从一处房间倾巢而出。是吸血蝙蝠，谁把他们放出来了？快躲开！蝙蝠朝着他们飞去，啄食他们的鲜血。趁着混乱，凤青鸾来到了关押祖母的房间。门口的2名黑衣人看到凤青鸾朝他们跑了过来，拔出长剑准备将他抓住。凤青鸾掷出几枚银针打向2人，一柄利剑猛然朝凤青鸾投来，凤青鸾惊魂躲开。贱人，你耍我！抓住他！凤青鸾朝空中迅速发出信号弹，踹开房间的门钻了进去。鬼面人微愣，那女人玩了这么一大圈，就是为了去他祖母的房间。整个山庄里里外外都是他们的人，他就算见到了他祖母又如何？不要耍了，将房间4周守住。看向天空，凤青鸾发射的信号弹，他这是在告诉荣王他的方向。等荣王赶来，他们还在这里吗？这女人看似聪明，实则蠢笨。他踹开房门走进去，以为能看到凤青鸾抱着老太婆警觉等着他的画面，结果等他到了房间，里面空无一人。来人，搜房！他不信2个大活人还能藏在房间的哪一处，而他找不到。鬼面人在里面搜寻，不管怎么着都没有凤青鸾和老太婆的影子。头儿，没有人啊，也没看到他们出来啊。
那俩人去哪儿了？又消失？他到底在玩什么鬼把戏？两人一定还在房间，将四周给我看死了，不准任何人进出。凤青鸾在空间里听着鬼面人的咆哮，唇角勾了勾。不得不说，他守着房间，相当于将他困在了房里。可他发射了信号，谢晋会发现他留下的异香和信号弹准确找到这里。等他来之前，他先将祖母的断指接好。凤青鸾走向床边，看着床上陷入昏迷的祖母，开始准备接指手术。老大，有人朝山庄过来了，带头的人好像是荣王。来得这么快？荣王带着人不少，咱们继续留在这里，可能会遭灭顶之灾。灭顶之灾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被荣王抓住而暴露了组织，上面的人知道了，绝对不会轻饶。凤青鸾，我知道你还在这里，也能听到我说话。今日让你钻了空子，下次看你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我们走。谢晋看到信号是从这个方向发出来的，等进入山庄，发现这偌大的地方一个人影也没有。给我搜，找到黑衣人留活口。侍卫们分开去搜查。谢晋来到之前凤青鸾待过的实验室，搜寻犬在里面嗅到了他的气味，凤青鸾却没有在里面。王爷，莫不是他们知道我们赶来，提前将凤小姐和侯老夫人转移了？要是这样的话，他们应该还没有走远啊，在附近的山林中或许还可以追到。留小部分人在这里继续搜，其他人去山里。他的命令还未传达下去，其中一只搜寻犬对着一间空房不停狂吠，谢晋快步过去。这间房间将去搜过了的。搜寻犬进过这房间，说明凤小姐曾经进过这房间，这一处也是唯一被打砸过的房间。凤青鸾一直在手术室，做完手术后出来，想着谢晋应该到了，在空间里听了听，门外没有动静。凤青鸾出现到房间，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没有人，院子里也没有人，难道谢晋来过？他在手术室里没有听到？凤青鸾再次发射信号弹，将祖母从空间搬出来。谢晋带着人进山，走出不久，看到空中有信号弹，快速返回庄子，就看到他们搜查过的杂乱房间。凤青鸾带着侯老夫人坐在地上。你在这里？你们来多久了？刚走。凤小姐，王爷和属下来过这间房，你没有在这里，你藏在哪里？手术室屏蔽了外界的声音，他没有听到谢晋来的声音。我从外面进来的。先别说这些了，黑衣人逃走了，有派人去追吗？派人去了，不一定能追上。那些人太狡猾，这座庄子的位置太深，若不是搜寻犬跟着凤小姐留下的香气找过来，再看到信号弹，他们还要花更多的时间找到。先离开这里再说。一行人下了山，谢晋让人将侯老夫人送到荣王府，凤青鸾没有异议，跟着他回到了谢晋那里。楚王府，谢燕得知谢晋进宫向陛下请求赐婚凤青鸾的圣旨，忍不住怒海翻腾，他要去侯府向凤青鸾问个清楚。王爷，你要去哪儿啊？您的伤还没痊愈，需要休息。本王要去找凤青鸾，他绿了本王，赐婚圣旨都下来了，本王能忍得下这口气吗？王爷，那是姐姐的私事，你与她已和离，她想嫁给谁是她的自由，王爷何必为一个你不要的女人动气呢？什么狗屁自由！本王看他早与谢晋勾搭上了。说不定那日在百花宴会上，他与狄曼丽的事情，凤青鸾也有参与。王爷，您不能去，你还受着伤，妾身会心疼的。谢燕正在气头上，听不进去半个字，将凤书瑶推开。舒侧妃，王爷，舒侧妃晕过去了。去请白大夫。本王不过是推了下他，怎么晕倒了？王爷，舒侧妃听说人血入药能给伤者补气血，更好的调理身子。她每日都在王爷的汤药中用了自己的血，她是失血过多才会这般虚弱。人血入药？他怎么会？是的，王爷，舒侧妃为了让您恢复得更好，每日割血，还不让奴婢告诉您。她这般为王爷着想，请王爷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舒侧妃的心血付诸东流啊！谢燕眼尾一热，心中充满柔软和自责。她的舒瑶怎么这么傻？为了他不惜伤害自己，如此豁出性命，她拿什么才能对得起他这份深情？谢燕将凤书瑶抱回床上，白华葬来了，给凤书瑶诊过脉后叹气道：唉，王爷，舒侧妃气血亏损严重，导致的体力不支晕厥。她偷偷为王爷割血，不让草民告诉你，草民有知情不报之罪，请殿下恕罪。舒瑶一心为本王着想，本王不怪你们。他察觉出近几日的药中带着腥味，没有重视，原来竟是舒瑶为他做了这么多。几人说着话，凤书瑶仿佛在梦中想抓住什么似的。王爷不要去。舒瑶，本王在这里。凤书瑶如同噩梦惊醒般睁开眼睛，看到谢燕坐在床边，眼圈泛红，弱弱的道：王爷，你没有走，我这是怎么了？你为本王割血，为什么不告诉本王？杀舒瑶，本王不值得你这么做。王爷，
你是舒瑶此生最爱的人，只是割点血而已，能让王爷尽快好起来，就算放干前瑶的血，我也愿意。王爷还去姐姐那边吗？不去了，你都这样了，还要关心本王？他与你相比，你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再给本王割血了，好好调养身子。凤舒瑶甜甜的笑了笑，闭上眼睛。谢燕看着她睡着，起身出去了。她走后，凤舒瑶睁开眼睛：“小姐，你没看到你晕倒之后，殿下有多着急？想来咱们的计划快要成功了，殿下对你很是自责和愧疚。”那当然，也不看看我为他做了什么。谢燕去了狄曼丽的院子。王爷，您身子还没好，怎么过来了？本王有事找你，其他人下去。王爷想说什么？本王看你这段时间脾性收敛了不少，与舒瑶相处的也算和谐。因着当初是你设计本王进的王府，也算是本王成全了你的心愿。今日本王来向你提一个要求，你若做到，今后本王不说多宠你，也会与你相敬如宾，给你侧妃该有的体面。王爷请说。本王深爱舒瑶，想让她做楚王妃，碍于她的身份一直无法兑现对她的承诺，所以本王想请你让镇南大将军收她为义女。这么做若能让王爷高兴，臣妾会回去说明的。父亲只有臣妾一个女儿，为了臣妾的幸福，相信他会答应。好，你的善解人意甚得本王心意。晚上本王来你这里歇息，明日你就回去把这事办了吧。后日本王会进宫向父皇请求升舒瑶为楚王正妃的事，你作为本王的侧妃，理应知会你一声。是，王爷。狄曼丽看着他逐渐走远的背影，眼中迸射寒光。凤舒瑶坐上楚王妃那日，也是他身败名裂那日。狄曼丽叫来迎春，去将消息告诉凤青鸾，说事情快要办成了。荣王府还有几日要离京前往雷鸣塔，你祖母这段时间在王府静养，荣王府铜墙铁壁，任何人都闯不进来，你可以安心。凤青鸾也是这么想的，经历了这次偷袭，他实在不敢让祖母再回侯府。黑衣人将你抓走之后做了什么？在庄子中发生了什么？凤青鸾将鬼面人让他制作离毒，他用紫露血引来蝙蝠救下祖母的事情，半真半假的与谢晋说了。我们藏在房间，鬼面人没有找到，多亏你及时赶来。你是本王的王妃，何必如此见外？我们没有成亲，谁是你的王妃了？这次去祈福，侯府无关无职，你以侯府小姐的身份去不了。如果不以荣王妃的名义，你要如何去？我随行在荣王府的队伍中跟去。行，你作为本王的贴身婢女随行。凤青鸾无语。傍晚时分，安排在宁乡村的暗卫回来。王爷，葛明说想起了一些事儿，请您和凤小姐去一趟宁乡村。谢晋让江渠把消息告诉凤青鸾，凤青鸾有些激动，叮嘱秦嬷嬷照顾好祖母，与谢晋出城去了宁乡村。等他们到达村里时，天色完全暗了下来。你想起了什么？说出来。其实那天晚上不是飞鹰号先撞击的礁石，是船上的人大乱之后失去控制才撞上了礁石。别紧张，想到什么说什么。我们来串联整件事，当时船上的人为什么会失控？我记得骷髅岛那一战死了很多人，侯爷带着将士们将骷髅岛上的水匪全部剿灭之后，大获全胜。当天晚上有一个小小的庆功宴，也就是在喝了酒之后，事情变得不对劲儿了。当时全体将士向侯爷敬酒，不知道喝了多久，有些人开始发疯，对其他的人进行攻击。他们面目狰狞，见人就砍。后来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船上陷入混乱。我之前所说的萤火虫，那是我们不受控制之前看到的东西，它发光发亮，像萤火虫一样。为了抢夺它们，船上的人才会发疯。我也没逃掉，撞了人后掉入河中，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们看到的萤火虫是由赤鹫猴的唾液制成的毒药引起的，应该有人是在庆功宴上的酒中下了毒。小姐说的没错，场面失控之前，我曾看到蒋副将和一名士兵在甲板谈论什么，我隐约听到了“淫蛇”两个字。是蒋副将带着所有人向侯爷敬酒，酒也是他让人抬上来的。我怀疑是他在酒中动了手脚。蒋副将是谁？他是侯爷手下最得力的2名副将之一，侯爷很信任他，曾跟着侯爷立过军功。凤青鸾知道这人，蒋副将蒋兴旺，以前跟着护国侯走南闯北，跟刘炳的关系也很不错，算是看着原主从小长大的。他有一任妻子，蒋兴旺离开后，他这位妻子离开了京城。如果你没有听错，是蒋兴旺背叛了王爷，害死了所有战友。他是被人收买了，还是被人威胁了？这点可以去向他妻子打听一下，倘若那人还活着的话。若他真是叛徒，他的妻子恐怕已惨遭毒手了。好歹也是一个线索，是死是活都要去查。殿下，你知道银蛇是什么吗？5年前，江湖上的头号杀手组织就叫银蛇，此组织的人神出鬼没，他们接任务不看钱和权，全凭兴趣。
这个组织的人数不详，据说5年前被团灭，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他们为何会出现在3年前的飞鹰号上？为什么一个江湖组织要杀我父亲？这正是令人想不通的地方。护国侯死后，谁获益最大，谁的嫌疑就最大。父亲去世后，他手中掌握的大军被皇帝收回，其中一部分给了镇南大将军狄良。这是明面上看到的，看不到的才是真正的获益人。房间里陷入了安静，谢晋看向门外的夜色。听了这些，你也睡不着吧？要出去走走吗？走吧，去散散步。两人出了徐大叔家，来到不远处的湖边。今夜的事我会让人去查。白天的鬼面人，你能判断是黑衣组织的头目吗？我猜不是，黑衣人组织势力庞大，头目不会轻易出面。两人站在湖边，快到入夏的季节了，凉风吹过，凤青鸾心情好了些。回去了吧。他转身走了，身后突然传来落水声。凤青鸾回头，看见谢晋滑入了湖里。让你往回走，不是往河里走，怎么回事啊？他站在岸边等着，看到谢晋在水中时不时冒出水面，看起来不会游泳的样子。凤青鸾从没有想过谢晋战神一样的人物不会游泳。你再不上来，我走了。凤青鸾做事要走，没听到身后有动静，他啧了一声，这男人还真是会恶作剧，为了帮他调节心情吗？回头朝湖面看去，这一看吓一跳，刚才谢晋还在扑腾的地方，哪里还有他的影子？喂，谢晋，你要恶作剧也有个限度，快上来，别再演戏了。湖面很平静，没有任何声音回答他。凤青鸾无语，无奈地跃入水中，去谢晋落水的地方找他。找了一圈没有看到谢晋，这下凤青鸾有些急了，在水底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快速地朝黑影游去。谢晋浮在水中没有挣扎，凤青鸾将他扯出水面带回岸边，探向他的鼻息。没有呼吸，凤青鸾面色一沉，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对谢晋做人工呼吸。随着时间过去，谢晋依然没有醒来的迹象，也没有恢复气息。江渠，你家主子出事了，快出来！江渠听到喊声，匆匆跑来。王爷落水了。你背他回房间。江渠心急如焚，将谢晋背起来。王爷不会游泳，怎会落水？是意外，先回去。进房间后不许人来打扰我。两人快速回了徐大叔家。凤青鸾让江渠将谢晋放到床上，将他赶了出去。关上房门后，他将谢晋带进空间医疗室。江渠在门外不停地踱步，为了测试凤小姐，王爷竟用如此危险的方法，太冒险了。不知道凤小姐能不能将王爷救醒。凤青鸾将谢晋带进空间后，检查他的生命体征，没有。他扯开谢晋胸前的衣服，准备除颤。就在这时，机器传来心跳的声音，谢晋开始恢复心率。凤青鸾一愣，谢晋活过来了。他的心跳慢慢恢复正常，谢晋睁开眼睛，与凤青鸾四目相对。凤青鸾察觉哪里怪怪的，你醒了。谢晋刚刚苏醒，目光还有些茫然，看向凤青鸾的时候，也看到了他身后那些他从未见过的东西。这是哪里？凤青鸾暗道糟糕。谢晋忽然醒来，看到了手术室，在这个朝代绝对不会出现的东西，他要如何解释这是哪里？在梦中，你再睡会儿。他给谢晋注射了镇定剂，谢晋眼皮变得沉重，睡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也是第二日上午。谢晋从床上坐起，房间里没有其他人，一个黑影从后面的窗户进来，是一直潜藏在暗中观察昨晚一切的暗夜。你看到了什么？王爷，昨晚凤小姐将你带回房间之后，凭空消失了，直到后半夜又带你出现在房间，将你送到床上。她什么都没做，只是消失又出现了，很是不同寻常。谢晋揉了揉太阳穴，模糊地想起昨晚看到的白色房间里面的布置和陈设，他不是在做梦。你没有被发现吧？昨晚凤小姐见王爷没了呼吸，很是着急，应当没有发现异常。冷静下来后，不知道她有没有。突然房门砰的一声被从外面踹开，凤青鸾面若寒霜地走进来。昨夜没发现，不过现在发现了。谢晋，你演那么一出戏，就是为了试探我。暗夜退了出去，谢晋眉心紧拧，定定地看着他。你到底是什么人？他和暗夜内功深厚，两人在房间都没有听到他在门外的声音。凤青鸾没有内力，不可能完全掩盖气息，让他们两人都没有察觉。你不惜假死来试我，就是为了确定我到底是什么人？那你得到想要的答案了吗？你的行为太异常，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已经看到了，再继续隐瞒毫无意义。我是从几千年后的世界穿越而来的灵魂。昨晚白房间里的东西全都来自于那个世界。没错。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异常？上次坠落悬崖，在山洞时我醒过一次，我看到我们都盖着被子，当我睁开眼睛时，被子没有了。你给我处理伤口时用到的绷带和药物，在你身上没有任何可以携带的地方，但是紧急用药时你却能拿出来，因此我猜测这些东西一直存在于某个地方，随时方便你来回拿取或收回去。再者是这次那间杂乱的房间，我们离开不足半刻钟，你出现在了那个根本不可能藏人的房间里，就算如你所说是从别处过来，为何要去那个房间？
只能说明其实你一直都在里面，还有最后你算漏了一点。我们离开的时间很短，你却出现了。你应当是没料到我们已经来过，再加上之前的疑惑，足以让我怀疑你是从房间里出来的。在崖底的时候你就怀疑了我，可能那时你以为看错了，接连发生的事情才让你加深了怀疑。是我大意了，你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在那个世界没有注意到，让你发现了这个时间差。说完了我，你又来说说，你是如何能做到死而复生的？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假死是为了让我带你进医疗室急救是吗？我用了凝息功，此套功法可以让我在短时间之内气息全无。先前我被你带进空间，每次都是昏迷进去，这次我要中途醒来，看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地方。而且就算是我没有从那里醒来，暗夜看清楚了你是如何消失又出现的，也大概什么都清楚了。话说回来，你是怎么怀疑是我用了计的？这还不简单，你可能不会游泳，但你绝对不可能平白无故掉入湖里。单凭这点，我可以怀疑你的动机。昨晚他关心则乱，看谢晋没了气息，以为他溺水而亡，人工呼吸也救不回来，第一反应是救人，从而忽略了一些细节。仅凭这一点你就能确定？难道不是你故意留下疑点让我怀疑的吗？你知道我会先救人，然后想明白被你耍了来质问，顺便将事情说开。我们的对话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不是吗？本王不想让我们之间有隔阂，你告诉了我秘密，我告诉你我设计了你，互不相欠。那是对你而言，我不这么认为。他怪自己太信任谢晋，用假死来挖掘他的秘密，真狠心。回想起他发现谢晋死了的那一刻，心里的难受，凤青鸾气自己居然会为了他难受。是你先对我隐瞒，我才出此下策试探，也算是了结了心结。如果你很生气，本王给你赔不是。他道歉的话还没有说完，凤青鸾走过去，一拳捶在他的胸膛上。谢晋没有反抗，挨了他这一拳。我不会再住在荣王府，这就回去把祖母接走。这2日打扰了。谢晋忍着胸口的疼痛下床，谢晋用了凝息功，还没有缓过来，下床后脚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上。王爷，凤小姐很生气的驾着马车回京城了，咱们要去追吗？你说呢？暗夜去将她拦住。江渠将他扶起来，带着他施展轻功，朝院外的马车追去。凤青鸾气得呕血，他察觉自己好像过分在意谢晋了。没多久，一道黑影挡在凤青鸾的马车前。凤小姐，王爷正在追来，请你在这里稍等。等个屁！我与他该说的都说清楚了。凤小姐，王爷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使用了凝息功后，接下来7日将身体虚弱，你将马车赶走了，王爷如何回京？那是他自作自受，我管他怎么回去。凤小姐，这是荣王府的马车。荣王府的马车是吧？凤青鸾咬牙掏出银袋子扔给暗夜，这些钱够买这辆马车了吧？你让开，否则别怪我把你撞飞。凤小姐，王爷说让你等他，属下不可能放你走，别逼属下动手。动手就动手，别逼逼。马车冲过去，暗夜丝毫让开的打算都没有。在马车快要靠近时，他一脚蹬在地上，像一颗炮弹射向凤青鸾。凤青鸾以为暗夜来攻击他，谁知暗夜冲过来后，从他手中抢过缰绳，直直的将狂奔中的马儿勒停下来。凤小姐，王爷对你与别的人不同，他很关心你。上次你去双峰山，王爷派我和暗风暗中保护你，王爷对你痴心一片，你不要因为这点事与王爷置气，伤了王爷的心。你们跟着我？是的，你在深潭摘取水曼陀时遭遇鳄鱼袭击，是属下暗中阻挠，即使上世子没有出现，你也一定会平安无事。看到江渠带着谢晋追了上来，暗夜识趣的闭嘴推到一边。你要本王怎么做才不生气呢？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改变主意。侯府有荣王府安全吗？一句话将凤青鸾干趴下了，他不能意气用事，置祖母的安全于不顾。你要与我赔礼道歉是吗？行，给你一个机会，明天你当一天小厮供我使唤。好，我不会因为你还虚弱着对你心慈手软。行。他只是随便一说，没想到谢晋堂堂荣王能这么放得下心气，答应做他的小厮。凤青鸾又气又无语，白了谢晋一眼，上了马车。听完两人对话的江渠、暗夜齐齐无语。凤小姐要将王爷当小厮使唤，王爷想都没想答应了，这是什么破天荒的事情？第二天，凤青鸾虽说让谢晋做他一天的小厮使唤，但偌大的荣王府什么都不缺，让谢晋做的不外乎都是些端茶递水的小事。这天下午，凤青鸾和狄曼丽在春风来见面。按你的要求，我让父亲认了凤舒瑶为义女。上次楚王受伤，凤舒瑶为他割血。前几日楚王进宫向陛下提出要抬凤舒瑶为楚王妃的事，陛下答应了，圣旨在祈福结束之后下来，到时候她成了楚王妃。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按兵不动，让凤舒瑶得意几天，收拾她的事，祈福回来再说。行，我等你消息。几日后，夏明帝带着嫔妃和百官去京城外的皇家园林中的雷鸣塔举行祈福。凤青鸾作为荣王的贴身婢女跟随，等结束后已至中午，
夏明帝带着众妃在雷鸣塔旁边的行宫用膳。凤青鸾走了2个小时的路，又站了半天，2条腿有些酸软。她是谢晋名义上的侍女，除了做样子，其他的事不用管。凤青鸾坐在庭院中休息。坐在台阶上的婢子过来给本淑侧妃捏腿。凤青鸾听着声音耳熟，回头看去，果然是凤书瑶。还以为来参加祈福会是什么轻松的活，没想到站那么久，累死我了。凤青鸾没有动。凤书瑶见他使唤不动一个婢女，朝直男使了个眼色。直男朝凤青鸾走过去，说你呢，没听见我家淑侧妃叫你吗？我不是他家的下人，为何要听他使唤？这是楚王的淑侧妃，等祈福结束后，回去陛下就会下旨成为楚王妃。难道未来的楚王妃还换不动你一个低贱的婢女吗？低贱的婢女？这么说自己还是头一次听啊。婢女也分3、6、9等，本姑娘是伺候未来楚王妃的1等侍女，你不过是哪个犄角旮旯的下等人，死了都没人在意的最低等的婢女，你有什么资格与本姑娘顶嘴？说着抬手朝凤青鸾脸上打去，他的手还没有碰到凤青鸾，凤青鸾反手一个耳光先打在他的脸上。未来的楚王妃，她这不还不是楚王妃吗？不过是个妾室，也好意思在这里嚣张跋扈？你是什么人？敢瞧不起本淑侧妃？你的主子是谁？报上名来！凤青鸾装作荣王的婢女，脸上是溢过容的。我家主子的名讳说出来，怕是要吓着你，你不配知道他。凤书瑶瞧他高傲，心中不免打鼓，可想到自己即将成为楚王妃，心气儿可是比天都高了。哼，不管你是哪个官员家的大家婢，左右不过是臣子，我好歹是楚王府的宠妻，你家主子还能尊贵得过皇室中人吗？你殴打本淑侧妃的侍女，顶撞本淑侧妃，今天我就替你家主子教训你，免得有朝一日你无法无天，冲撞了别的贵人，给你家主子添麻烦。跟知南一样，凤书瑶也想打凤青鸾的脸，她以为是主子，凤青鸾不敢还手，谁知凤青鸾打她更狠。哎呦，我的肚子！淑侧妃，你没事吧？你来试试看有没有事！你个小贱人，敢打我！直男，去将王爷请来，今天我非要王爷杀了他不可！直男看了眼凤青鸾，撒丫子跑去叫人了。凤青鸾蹲下身，掐住凤书瑶的下颌。你想杀了我吗？我可是未来的楚王妃，你要杀了我，楚王绝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你的主家。是吗？他拔下凤书瑶头上的金钗，一点点在她脸颊上划过。你说你这张如花似玉的小脸若是毁了，楚王还会那么宠你吗？凤书瑶惊恐地张着眼睛，她怎么好像从这个婢女的表情中看到了凤青鸾的样子？你想做什么？你要毁了我的脸吗？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事？手上一用力，一枚暗器朝凤青鸾手中的金钗飞来，将她打飞出去。凤青鸾看向地上的东西，不是暗器，是一截断裂的树枝。他朝树枝飞来的方向看去，太子谢恒走了过来。殿下，太子殿下，你救救妾身，这个大胆的婢女要杀我！放肆，敢冲撞太子！凤书瑶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失态了。太子殿下，你来了太好了，那个贱婢想用金钗毁掉妾身的容貌，他以下犯上，求太子殿下惩罚他。把他拿下。叶枫朝凤青鸾走去，这时谢燕被知南请了过来。舒瑶，你哭什么？王爷，那个婢女想划破妾身的脸，妾身好害怕呀。舒瑶别怕，本王在这里，谁也不敢伤害你。谢燕来了，叶枫顿住脚步看向太子。既然楚王来了，这件事你们自行处理。看也没有看一眼凤书瑶，走了。凤书瑶眼睛黏腻在谢恒的背影上，看到他这样，谢燕的不悦更甚。人都走远了，你还看他做什么？殿下，婢子差点毁了妾身脸的时候，是太子出手相助，打断了他手中的金簪，否则妾身的脸已被划出来道道血痕了，是太子救了妾身。你的意思是本王来晚了，你喜欢上太子了？不，妾身不过是想感谢太子殿下的救命之恩，请王爷不要误会，妾身是你的女人，怎么可能会喜欢他人？谢燕抿唇，也不在这事上纠结，上下打量凤青鸾。你叫什么名字？是哪家的下人？敢伤本王的女人？素来听闻楚王宠爱凤淑侧妃，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凤淑侧妃嚣张跋扈，奴婢没去给她捶腿，主仆二人就过来打脸奴婢。请问这是楚王府的规矩吗？你还没回答本王的问题，你到底是谁家的婢子？他是本王王府的，楚王有事。侄儿见过皇叔，国师也在。本王和国师聊些事情，听到楚王喝令本王的婢女，怎么了？皇叔，你的婢女威胁舒瑶，想给她毁容。一个小小的婢子行事猖獗，恐怕是仗着皇叔的威势。他是皇叔的人，请皇叔给侄儿一个说法。是这样吗？
奴婢谨遵王爷命令，只伺候王爷，不敢伺候其他的人。凤淑侧妃使唤奴婢给她捏腿，奴婢不肯。她和侍女过来打人，奴婢被逼出手反抗。谢晋嘴角微抽，好一句他的命令，他什么时候命令过了？这凤青鸾做事必都这么拽，要是皇帝皇后让他来伺候，他是不是也要搬出自己的命令来给他背锅？莲心是本王的婢女，只伺候本王。凤淑侧妃，你想让她伺候你？荣王殿下，妾身不敢，妾身不知道她是你的婢女，问她也不说，要是知道的话，断然不敢使唤。这件事是妾身错了，望殿下恕罪。皇叔，以前从没听说过你身边有婢女伺候，今日怎么带上婢女了？怎么，本王的事情需要向你汇报吗？谢燕哑口，若不是他知道因为侯老夫人出事，凤青鸾留在了京城，他就要怀疑谢晋带着女人出行还维护他是不是凤青鸾假扮的。迷途审视着凤青鸾，欣赏她形状完美的头颅，这是他多年来唯一见到的最完美的一颗头颅，好想把它拿下来在手中把玩。荣王殿下，此事是误会，妾身给荣王殿下赔不是。莲心，你怎么才能接受他的道歉？凤淑侧妃不是让奴婢给她捏腿吗？那让凤淑侧妃给奴婢捏腿吧，正好奴婢今日的腿也十分酸软呢。莲心姑娘，捏腿是奴才做的事，你让我伺候你？是啊，你想赔不是，不会连这点诚意都没有吧？皇叔，舒瑶好歹是侄儿的人，纵然冒犯了你，也不用给下人使唤做奴才才会做的事。芷楠，你去给莲心捏腿。是，王爷。本王同意了吗？凤淑侧妃，你想戏耍本王？妾身不敢。皇叔，你不要欺人太甚，侄儿还在这里呢。在这里又如何？凤青鸾满意的翘起嘴角，走到凉亭的凳子上坐下。凤淑侧妃，开始吧。有荣王在这里，皇叔的身份始终压楚王一头，荣王强行要求，即使是谢燕也没有办法。王爷，妾身没事的，不过是捏腿而已，这份委屈妾身受得住。他走向凤青鸾，蹲在凤青鸾腿边给他捏腿。他不说受了委屈还好，把话点到明面上来，无疑加重了谢燕的怒火。皇叔，你欺侮侄儿是为了凤青鸾吧？侄儿想问，在我与凤青鸾和离之前，你就已经看上她了，是不是？荣王殿下，你们谈，本国师有事先行一步。楚王，你真会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啊！你宠妾灭妻，对凤小姐不好，她和离后有比你更强更尊贵的男人求娶，你心里不平衡，就来怀疑我们家王爷？楚王，恕属下冒昧，你真不是个男人。你闭嘴！一个下属也敢质回本王？他说的不对吗？你以为凤青鸾和离之后没人娶她？你以为她与你和离是欲擒故纵，信你的法子？所以当你知道本王要迎娶她，你就受不了了？受不了原来那么爱你的女人要嫁做别人做妻子了？你不珍惜，让她绝情和你断绝关系。你们和离，本王没有任何插手。今日你冒犯本王，本王可以看在你愚蠢无知上原谅你一回。再有下次，本王可不顾什么叔侄情谊，管好你那张嘴。你骗我！这种事情你怎么可能承认？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一道厚重的劲风朝他的面门打来，谢燕被打飞出去。王爷！凤淑瑶惊呼，急急朝谢燕跑去。荣王，我们家王爷不过是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何要出手伤他？还是再打在他的旧伤处？要是楚王有个好歹，闹到陛下那里，你的脸上也无光吧？江渠，掌嘴！皇叔，是侄儿冒犯了你，舒瑶不过是心疼侄儿，出言顶撞，请皇叔放过他。楚王，不是我家王爷非要教训你这小妾，是他不记打，刚才的教训转头就忘，还敢顶撞我们家王爷，这一顿巴掌非赏他不可。他挥开谢燕，拉住凤淑瑶的胳膊，左右开弓，几个大嘴巴子就朝他的脸上呼了上去。江渠心里苦哈哈，他这辈子还没有打过女人的脸呢，王爷让他掌嘴，这是要掌多少下？够了！皇叔，是侄儿冒犯你在先，也得到了惩罚，也知道了答案，你也不想将事情闹到父皇面前去，能否就此作罢？滚！凤青鸾看向谢晋，这男人打起人来是真狠，往伤口处打，不愧是煞神。出气了吗？你的腿酸软。是啊，来的时候你坐马车，我可是走了2个小时的路。他瞅着谢晋，他这么狠收拾谢燕，是为了给他出气吗？谢燕敢问本王这个问题，迟早有一天也会来问你，免得到时候你生气，本王先教训他。哦，那我还得谢谢殿下了。谢晋打横将他抱起。你做什么？放我下来！你不是腿酸腿软吗？我抱你回去。我是你的婢女，不是荣王妃，让人看见了。让人看见了又能怎样？本王想抱哪个女人，谁敢说什么吗？
凤青鸾沉默，话被他堵住了，他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谢晋把凤青鸾放到床上，自然而然地抬起他的腿给他捏腿。不用，我自己来。你不想让本王来，那让江渠来。站在门外的江渠沉默了，怪自己听力太好，要是他真敢碰凤小姐，估计今晚他的双手就没有了。行吧，你爱做什么做什么，别忘了告诉我，你与迷途在谈什么。闲事。既然是闲事，我应该能听听吧。本王想探听出他的来历，此人三缄其口，暂时没问出来。他敢回避你的问题，胆子不小。迷途背后的人是皇帝，皇帝要靠他的丹药长生不老，想动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长生不老，简直痴心妄想。没有我的准许，你对他再好奇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倘若迷途真是黑衣组织的人，他当然不会送上去让他抓。当天晚上还要再进行一次祭祀。凤青鸾和谢晋趁着夜色进了雷鸣塔，两人在雷鸣塔内搜寻，前面8层没发现异常，到了第9层，9楼的每处房间都上了锁。凤青鸾拿出开锁工具，没想到你还有做小偷的潜质。这不是基本技能吗？我不开你也会开。谢晋扬眉表示他说的没错，这是一间主炼丹房，丹炉里还冒着腾腾热气。谢晋敲击着一处墙壁的置物架，发现里面是空心的。这里有情况。凤青鸾走过去，这是一块完整的大理石，外面看起来平整一片，没有割痕。凤青鸾也敲了敲，墙壁背后有回响。这是一面墙，如何不发出动静将它打开？不是墙，是门，中间有纹路。凤青鸾凑近看了看，还真的是一扇门，大理石的花纹遮掩了门缝的地方。周围有机关，找一找。再一次地毯式搜寻，凤青鸾在架子上碰倒了一个不起眼的花瓶，大理石门发出开门声。在那门后是一个类似电梯轿厢的小空间，是我夏同去的。两人进到轿厢，拉起旁边的铁链，一路往下而去。祭坛上的迷途在雷鸣塔内的大理石门被打开后，他仿佛有感应似的，解药在塔内。邪鹰，带人即刻前往雷鸣塔，遇到异常之人，格杀勿论。迷途盯着雷鸣塔，面具下的阴鸷眼中闪烁杀意。他向夏明帝说起前段时间出现的形似和瘟疫，暗示天象预警。大夏国内出现了从异世界来的灵魂妖邪，如不铲除，接下来将民不聊生，危害江山社稷和皇位。正在前往雷鸣塔地下基地的凤青鸾和谢晋，不知道他们已中了迷途的奸计，危险正在来临。两人下到一半，轿厢像是被什么卡住了，停在半空。凤青鸾朝下面看去，目测还有3层楼的高度才能到达地面。谢晋一掌打开铁门，搂住凤青鸾的腰，挽着铁链带着她一路向下。没多久，脚底传来实感，两人落到地上。凤青鸾睁开眼睛，两人来到了一个愈加黑暗的地方。这里看起来像是地下室。两人走进去，开始凤青鸾没有发现不同，直到打开一扇门走进去。这间房的布置跟之前在山中庄子里的有些相同，也都大量存放着类似玻璃制品的瓶子。凤青鸾一路看过去，当手电扫过房间时，看到了令他惊悚的一幕。置物架上摆满了一颗颗人的头骨，角落里也堆满了人头，看起来触目惊心。凤青鸾走过去，在桌面上发现了在现代实验室才能用到的一些实验装置，这些东西足以说明在这里进行实验的是名穿越者。对方也同他一样有医疗空间。凤青鸾仔细观察那些设备，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冰窖，里面有一排密密麻麻的细小管子，透明管里盛着白色液体在冷冻。凤青鸾拿起一管放进空间，出去找谢晋。正好谢晋也查看完了另一边的情况过来。这里有实验室，我几乎能确定是穿越者的实验室。你在另一间房发现了什么？是炼丹炉，跟9楼的主炼丹房是一样的。那能确定了，迷途就是穿越者。两人准备出去，谢晋忽然拉住凤青鸾。怎么了？有人来了，人数不少。是来抓我们的？难道留在祭坛的替身被发现了？不会这么快，来的是禁军。凤青鸾点了点头，屏住呼吸，跟在谢晋身后。谢晋带他来到1楼。谢晋带着凤青鸾飞檐走壁，躲避禁军的视线。从后方快要冲出雷鸣塔时，迷途带着人堵了上来。夏明帝也来了，两方撞了个正着。杀！谢晋抢过一名禁军的长剑，凤青鸾也夺走一把，双方在雷鸣塔后厮杀。从异世界来的邪祟，朕的龙气都镇不住你们，竟敢来雷鸣塔放肆！把两人抓住，五马分尸。本王要让他们彻底的死透，看还有哪个妖邪敢附身。国师，其余的交给你了，一定要帮朕铲除妖灵。是，臣绝不让陛下失望。
与夏明帝一起过来的还有假的谢晋。看到黑衣人武功高强，禁军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假谢晋夺过一剑，冲向了正在打斗的人。见荣王来了，谢晋退到凤青鸾身边，抓住他飞向4楼。荣王也飞身朝他们追去。谢晋和荣王来到4楼后，刚开始下面的人还能看到打斗的身影，忽然房间的烛火被熄灭，两人的身影消失。等他们再出现时，禁军也赶了上去。凤青鸾挥洒出银针，将禁军们打倒。他与谢晋一起对付荣王。凤青鸾偷袭荣王，荣王避开后，谢晋抓住凤青鸾，凤青鸾朝空中扔出了一枚雷爆弹，挡住了荣王的去路。两人自上飞下，落入了1楼，迅速地冲向了前方的树林中。往西边去了，快抓住，不能让他们逃进山里。逃走之前，凤青鸾想起地下室里的那些头颅，当即飞出银针打翻烛火，火势燃了起来。临走之前，他要将那地下室的东西和设备全都烧掉。着火了，快救火！留部分人去救火，把里面的东西全都保住，保不住，朕要你们的命！弦音带着人朝2道黑影追了上去。荣王受了伤，不宜再追。对不起，皇兄，让他们逃走了。夏明帝看他胳膊上那道狰狞的伤口还在往外冒血，想斥责什么也不好再说。贼人被妖灵附身，必然难以制服。你尽力了，让太医来给荣王看伤。在4楼烛火熄灭之后，谢晋与金陵互换了身上的衣裳。此时带着凤青鸾逃走的是荣王府易容高手金陵。往行宫方向去。进了行宫，他能进到房间，躲进空间实验室。金陵不知道凤青鸾要做什么，他轻功好，带着凤青鸾先进军1步到达行宫，来到了一间房内。你睡一觉，醒来后一切都好了。金陵深邃的双眸盯着凤青鸾，眼中没有半分怀疑。主子说过，凤小姐的命令就是他的命令。凤青鸾拿出镇定剂，打入金陵的脖子，将他带入了空间。追上来的禁军们一个个都糊涂了。他们明明看见2人来了行宫，可等他们靠近时，却发现哪里都没有了2个人的身影。见鬼，跟得如此之紧，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在陛下还没有回来之前，将行宫里里外外搜查清楚，一定将人找出来。他离开的时候，雷鸣塔起火了，陛下留下了一批人救火，可那边的火是在夜风下已经有了收不住的趋势，整座塔燃烧了起来。然而等夏明帝带着所有人返回行宫时，弦音也没能在行宫中找出那2名妖邪的踪迹。这么多人，抓2个人都抓不到吗？臣养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陛下，臣是追着2人来行宫的，虽然暂时没有搜到，但已令人将行宫各个出口封锁，2人一定还在行宫内，请陛下再给臣一次机会，臣一定会将2人都抓出来。好，如果这次你再找不到，你这禁军统领的位置也该让位了。是，陛下。此时凤青鸾早已经换着房间，回到了他和谢晋所在的院子。怎么样，严重吗？这一剑是谢晋让金陵刺的。小伤，你确定了迷途的身份了吗？确定了，他跟我一样是穿越，也有医疗空间。不过他的医疗空间不是用来救人，而是用来杀人的。迷途在雷鸣塔做邪恶实验，我检验了真空管的白色液体。是和长生有关吗？不是，是脑髓。他在研究青春永驻之术。凤青鸾想起来听到的迷途的声音是中年男子的声音，或许他的实际年龄应该更老。他杀人是为了抽取脑髓做实验。是这样，迷途泯灭人性，那个房间那么多头颅，不知道杀了多少人。还有一点也能确定，迷途是黑衣组织中的人，不能再放任他不管了，否则不知道还将有多少人将丧命在他的手中。但是在杀他之前，得从他口中问出他在为谁卖命。他的主人或许才是黑衣组织真正的幕后主使。幸好谢晋考虑周全，今天晚上做了2手准备，外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现在他们在暗，迷途在明，动起手来方便很多了。王爷，咸丰奉陛下的命令，带人搜寻妖邪，他们来了这边。让他们搜。弦音走过来，看到莲心在为谢晋宽衣，脸上有些不自在。搜了一圈后毫无所获，又带着人去了别处。当天晚上行宫都没有消停，直到后半夜，弦音抓了几个可疑的宫女太监到夏明帝面前顶罪。皇帝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下令将这些人就地处决。陛下，他们并不是我要找的人。朕知道，妖灵毁了雷鸣塔，毁了你的心血，朕的丹药，朕这口气没地方咽。这些人撞到枪口上，他们不死谁死？接下来你要重造丹炉需要多长时间？陛下，需先选址重新修炼丹房才能继续炼丹，而且炼制丹药所需的药草搜罗也需要花时间呢。你说个时间，朕的丹药不能停。至少3个月。臣被妖邪盯上，他们恐怕不铲除臣不会善罢甘休啊。朕知道，你放心，朕会给你安排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无人知道你的所在。谢陛下。翌日，夏明帝带着众人返回京城。3日后，将凤书瑶抬为楚王妃的圣旨下来，
凤书瑶高兴的快要发疯，晚上激动的与谢燕抵死缠绵。书瑶，本王终于兑现了对你的承诺，让你成为本王真正的妻子，本王很高兴。王爷，成为王爷的妻子是臣妾这辈子最光荣自豪的事，多谢王爷能让臣妾拥有这份殊荣。这是你应得的，你多次不顾性命救本王，本王当然要对你好。让你成为王妃只是开始，以后的每一天，本王都会让你快乐幸福。凤书瑶甜甜笑着，她看着谢燕的脸，她的眉眼与太子相似，眼底都是温柔的缱绻。若是对她说出这番话的人是太子殿下就好了，她一定会高兴得发狂。凤书瑶这样想着，再一次主动将谢燕压在身下，脑中想着太子，朝谢燕的唇吻了上去。整整一晚，两人都很快活。第二日下午，凤书瑶都还沉浸在成为楚王妃的喜悦中，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她的好心情。明灵寺的静和姑子登门楚王府，凤书瑶看到他，全身的血液都仿佛被冰冻了，眼中充满警告和威胁。静和师太，你来王府做什么？静和师太，你怎么来了？殿下还记得平尼？当然记得，2年前本王在明灵寺后山被毒蛇咬伤，是你通知人将本王送回寺里，算起来你也算帮了本王。平尼不敢当，主持听闻殿下与楚王妃琴瑟和鸣，喜结连理，2人也算是在明灵寺结缘，特命平尼来向2位道贺。多谢住持和静和师太挂心，你远道而来，想必舟车劳顿。知南，去备些茶水和点心上来。多谢楚王妃。静和师太，对于王爷当年被毒蛇咬伤，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有些好奇，想听听王爷和王妃的相识过程。当年楚王殿下摔落山崖，被毒蛇咬伤，是楚王妃第一时间发现并吸出殿下腿上的毒血。楚王妃也中了微量毒素，她不顾毒发的危险跑回来叫人。当时她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平尼。后来楚王妃因体力不济晕倒，等平尼带人赶到，于是就看到了楚王妃在楚王身前照顾。原来如此，殿下和王妃患难见真情，王妃不顾性命也要帮王爷吸出毒血。等一等，静和师太，你说吸出毒血的是楚王妃，可她不是晕倒了吗？平尼说错了，是前楚王妃，应该是那位凤大小姐。静和师太，茶水来了，请用些茶吧。师太说凤大小姐，她怎么了？救自己的人是舒瑶，怎么会扯到凤青鸾？静和师太，王爷和本王妃在明灵寺相识相爱，明灵寺也算成就了王爷与妾身的姻缘。等过段时间王府的婚事告一段落后，王爷和本王妃会再次前往明灵寺还愿。王妃，静和师太的话还没说完呢。正好王爷想知道，为什么那件事与凤大小姐有关，何不让她说清楚，解了殿下的疑惑？静和师太，你继续说。凤书瑶暗暗攥紧手指，不停地向静和眼神施压，可静和像是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看都不看一眼。说起这件事，殿下不记得了吗？是凤大小姐先发现了你，你被毒蛇咬伤，是她帮你吸出毒血，回来寺里叫人。平尼看她嘴上有残留血迹，说后山有人昏迷。王妃也听到了，王妃叫平尼回去叫人，她先前往了后山。后来凤大小姐陷入昏迷，所以第2个赶到你身边的人是楚王妃。他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后面的话谢燕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脑中不停回荡的是凤青鸾第一时间帮他吸出的毒血，也是他回去叫人晕倒之后，凤书瑶才知道他在后山去救的他。所以事情真的如凤青鸾之前所说，他救了自己。可书瑶为救他中毒，在府上养了1个月，这又是怎么回事？静和师太，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我听说是楚王妃帮王爷吸出毒血，还因为中毒险些没了性命，在侯府养了将近1个月后才堪堪保住性命。既然有这样的曲折，那岂不是凤大小姐救了殿下在先？难怪殿下要娶凤小姐，凤大小姐对王爷有救命之恩。王爷，舒瑶赶到后山，见王爷昏迷不醒，想也没想帮你吸出毒血。姐姐回来时，臣妾没注意到她脸上有什么血，清白师太怕是看错了。楚王妃，平尼还没有老眼昏花，凤大小姐嘴上有没有鲜血，看得清清楚楚。殿下若不相信，可以找给凤大小姐看诊的老萧。老萧是明灵寺旁边村子的赤脚大夫，他第一时间帮凤小姐进行的清毒，应该还有印象。他这么一说，凤书瑶顿时又百口莫辩了。有证人，
他就不该手软，没将静和除掉，留到他今天来给自己反水。柳琪，把人找来。柳琪去了，谢烨面沉如水，心中揪成一团。舒瑶骗了他，还是凤青鸾骗了他？去荣王府把凤青鸾请来，说是有关明灵寺2年前的事，他一定会来。管家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儿，连忙亲自去荣王府请凤青鸾过来。楚王府正厅，看到凤青鸾从外面走进来，谢烨的脸色越发冷沉。静和师太，你说是凤青鸾第一时间发现本王，并为本王吸出的毒血？是的，殿下，锦霓绝对没有记错。谢烨看向凤青鸾，你也说过是你救的本王，不是凤书瑶。如今擦亮眼睛看清楚了，你的救命恩人到底是谁了吗？报错恩的滋味不好受吧？面对凤青鸾的奚落，谢烨心绪难平。柳琪带着老萧也到了王府。草民参见楚王殿下。谢烨指向凤青鸾，你还记得他是谁吗？老萧浑浊的老眼看向凤青鸾，殿下，草民认的这位是凤大小姐。2年前在明灵寺时，她曾吸出蛇毒，自己不小心也摄入微量毒血，是草民帮她清的蛇毒。再次得到证实，谢烨坐不住了，冷厉的目光看向凤书瑶。一直以来你都在欺骗本王。凤书瑶心底发寒，慌忙跪到地上。殿下，妾身没有欺骗你，妾身也确实帮你吸出了毒血，也中毒了。你醒来的第一眼看到的是妾身在照顾你，这是你亲眼所见的呀。那是本王身中剧毒，记忆模糊，你趁机抢占功劳，你利用本王对你的心意爬上楚王妃的位置，你好大的胆子，连本王都敢骗！殿下，舒瑶没有骗你，您信舒瑶。就算那件事有些误会，这2年来舒瑶对王爷的爱和深情，难道王爷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吗？王爷不也很喜欢舒瑶吗？何必在乎是如何相识的呢？我们的感情是真挚的，是最好的呀。白华藏也知道了这边的情况，从外面赶回来。王爷，舒瑶怎么回事？王爷听信外人挑拨，对舒瑶很生气。表哥，你快劝劝王爷。王爷，舒瑶是你的枕边人，2年来一直精心照顾你，以你为天，你的衣食住行是他最为关心的事情，何苦为了一些不相干的外人来伤害你们2人之间的感情呢？不管怎么样，舒瑶对王爷最是真心。前段时间王爷受伤，舒瑶割血入药，那可是在拿自己的命在为王爷补身子啊！就是草民看了也很心疼和感动。有这些真情实意在，以前的事儿又算什么呢？2人的感情最重要的，不是吗？说到割血入药，谢烨神情有些松动。王爷，割血入药可不是凤诗瑶和白大夫所说的那样。他除了第1天是割的自己的手腕，后面都是从厨房要来的活鸡宰杀放血给王爷入的药。王爷若不相信，可以去查厨房最近的用度，是否用鸡数量猛增。凤书瑶没想到他割血的事会被狄曼丽知道，求助的看向白华藏。狄侧妃，你为了挑拨王妃与王爷的关系，还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这用鸡数量增加，那不是因为王妃每日为王爷割血，气血不足，需要补身子，这是很正常的事。听起来是很正常。凤书瑶的手腕割了那么多血，上面应该有很多疤痕吧？不妨将绷带取下来看看。凤书瑶愤愤地瞪向凤青鸾。是啊，既然割腕，免不了有伤口。才过去10来天，相信即使白大夫医术高明，也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凤书瑶的伤口彻底恢复吧。把绷带取下来。不，殿下，你不能这么做，你不相信臣妾对你的珍惜，这是对臣妾的侮辱。迎春，你去帮他。迎春走上前，拉住凤书瑶的手腕，3两下将那手腕缠绕的绷带取了下来。凤书瑶的手腕白皙如瓷，这下谢烨怒了，抬手就给了凤书瑶一个耳光。贱人！2年前欺骗本王，2年后也是。你是怎么做到脸不红心不跳的撒谎的？这2年你究竟有多少事是骗本王的？你这个贱人！凤书瑶知道自己这次是被人算计了。王爷，臣妾对你是真心的，臣妾是真的爱你，请你相信臣妾的真心，不要被他们的3言2语挑拨了。哼，挑拨？这2件事难道不是你自己做下的？现在不过是事情被揭发出来，也是你该尝恶果的时候了。王爷，事实摆在眼前，从始至终凤书瑶都在骗你，将你玩弄于股掌。真相大白，楚王府怕是容不下这样一个心思歹毒狡诈的人，请王爷为了王府的安宁，重重惩罚。王爷，请你三思，看在2年的情分上，再给王妃一次机会。昨日生位分的圣旨才下来，你若是今日重重惩罚了王妃，传出去岂不是让楚王府被人笑话？左右这不过是王府内宅之事，事情的大小全在王爷的一念之间。
你的意思是本王应该咽下这口恶气是吗？草民不敢。哼，谢燕，你就这点魄力和骨气，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他嗤笑一声，离开楚王府。再怎么说，他在这里是个外人，谢燕要处置凤书瑶也不会当着他的面，所以他还是先走，给狄曼丽发挥的空间。王爷，你别忘了，是谁让你在京城落得宠妾灭妻的污名？是凤书瑶。风清乱世先帝赐婚，你名正言顺的楚王妃。要是你当初知道是他救了你，他又深爱着你，你必定与他恩爱有加，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可因为凤书瑶冒充了你的救命恩人，欺骗你的疼惜与爱怜，又使狐媚手段挑拨你与凤清鸾，才会让你一步步在京城落下笑柄，成为百姓津津乐道的笑话。这些都是凤书瑶造成的，你难道要原谅他，不追究吗？从今日起，凤书瑶幽禁西陵轩，没有本王的命令不准探视，不准出来。王爷，你不要臣妾了吗？本王不想见到你。那5日后的喜宴也不举办了吗？谢燕没说话，甩袖离开了正厅。是你害我变成了这样，是你收买了金河拆穿我，你在我的院子里安插了眼线，一切都是你做的。狄曼丽，你这个贱人，你算计了我！金河站起来，狄曼丽朝他点了点头，金河走了。狄曼丽走向凤书瑶。狄侧妃，王爷说幽禁王妃，没说让人伤她。谁说我要伤她了？有比打杀她更让她痛不欲生的事儿。现在不正在发生这样的事吗？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王爷对你生气，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换作有人骗我2年，我必当场杀了他。王爷还留着你，说明他对你还有一点感情。但你至此也翻不起什么风浪了，以后在西陵轩自生自灭吧。还想让王爷与你举行喜宴仪式，简直痴心妄想。狄曼丽痛快地骂了他一通。他走后，凤书瑶也不再哭了。王妃，请你回西陵轩吧。凤书瑶气急败坏地回了自己的院子，将能砸的东西全部都泄愤地砸到了地上。小姐别生气，伤了身子可不值。怎么能不生气？我都被欺负成这样了，白华葬那个没用的东西一点忙也帮不上。我被软禁，这边的消息没法再传给太子。芷楠，你说我该怎么办？小姐，咱们要静观其变。连狄曼丽都知道王爷对你还有情意，咱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王爷只是将你禁足，可见小姐在王爷心中的分量不低。话是这么说，可王爷连昭告的喜宴都取消了，他怕是对我心灰意冷，连见都不愿意见我了。王爷在气头上，让他冷静一下也是好的。所谓见面3分情，咱们不过是欺骗了他一下而已，又不是天大的死罪。你多多哀求一下王爷，他必定对你心软，所以你不能大发脾气，而要装作伤心欲绝，吃不下睡不好的模样。等有机会见到王爷的时候，让他心疼。你说的没错，本王妃要冷静，接下来寻个机会让王爷来看我。奴婢早帮小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什么主意？母凭子贵。小姐，你若能怀上王爷的孩子，王爷能不心疼你吗？这可是楚王府的第1个孩子。不愧是你，这是个好办法。他虽然被禁足，但是白华葬没有啊。白华葬是大夫，让他肚子里怀一个孩子出来，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大小姐，是草民对不起你，对不起侯府，草民罪该万死，无颜面对小姐。你是蒋副将的妻子李慧？凤小姐还记得草民？前几日，暗卫拿着他的画像去了随州，在远山村找到他，他一生有一子。暗卫将2人都带回了京城，暂时安置在荣王府。你有什么想问的，问他吧。你是在远山村被找到的？我记得你的老家是高平村。小姐说的没错，草民是高平村人。3年前夫君死前让我好好藏着，我便从高平村离开，去了别的地方隐居。他让你藏着？那3年前飞燕号的惨案，蒋希望是否告诉了你一些事？李慧眼中闪过惊恐，摇着头不敢说。你应该清楚，蒋希望叮嘱过你藏着，那说明在他出事之后，你很有可能会被牵连。你能被我们找到，也能被其他人找到。为了你和孩子，知道什么都从实招来吧。李慧神情慌张，心中似乎在下着某种决定。本王殿下，凤小姐，飞鹰号惨案中，希望是受人指使，他为了我和孩子，为了高平村的百姓，才会被迫接受那人的命令。人是谁？李慧竖着食指指了指天上。3年前，兴旺和侯爷离开京城去南海前的1个月，兴旺突然回家，让我离开京城，说1个月后京城将有大事发生。我问他是什么事，他说侯爷从战场归来，功劳太大，
百姓只知护国侯，不知陛下。陛下忌惮侯爷，特命让他去南海清剿水匪时，让他失败，好以此打压侯爷。他让蒋希望杀，蒋希望就照做了。他与父亲是多年战友，也是过命的兄弟，为何这般被人轻易拿捏，害死了飞鹰号上所有人和我父亲？是不得已，他为了我和我腹中的孩子。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已怀孕2月有余。陛下威胁他，若不照做，要杀了我和兴旺的父母兄弟，甚至屠了高平村。兴旺顾及我们的性命，而且那人告诉他，他的目标是让侯爷在剿匪中大败，那样陛下就有借口查他失职之罪，削弱他的权力。可是没想到护国侯即使在己方有人暗中阻挠的情况下，也端掉了水匪老巢，赢得了胜利。这在皇帝的意料之外，所以他命令蒋兴旺杀了飞鹰号上的所有人。李慧痛心疾首的点头，因为他的忌惮死了那么多人，他杀了我父亲，那个狗贼，我要去杀了他。去杀他？你杀得了他吗？皇帝不是人，我父亲为他开拓疆土，杀敌无数，为他稳固大夏江山社稷，到头来却被他算计而诛。我母亲因为父亲离世跟着病逝，是他害死了我父亲母亲，害死了那么多无辜将士的性命。我要亲手杀了他，为父亲母亲报仇。我知道你气愤，也不是真的要去杀他，你是一时接受不了。我都知道，但是他是一国之君，他出事将引起大家动乱。凤青鸾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夏明帝是皇帝，一旦他出事，那些觊觎大夏国的外邦肯定会趁乱发起攻击，将会引来战争，民不聊生。这些道理凤青鸾都懂。他深吸了一口气，回了自己的院子。